了火车以后呢，在大学门口一直在回忆当年我们在读书时候的情景。当边聊边逛，就发现了一个被废弃的小院，院子的位置呢就在火车桥的下面。我看到这个小院的时候，里面全部都堆着垃圾，有一个铲车正在，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后来和这个开车的师傅闲聊了一下呢，才知道这个小院是一个废品回收厂，房子的主人呢早就已经住进了新楼房，就把这个不再居住的地方租给了这个老板。现在这个老板好像是要换地方了吧，所以请了这个师傅过来帮他清理一下这些废品。当时我看到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么传统的一个房子啊，还有前后院，真的很舒服的这样一个地方，它为什么就不是我的呢？在我们闲聊的时候得知，我们的好朋友认识这个房子的主人，于是我们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因为是个突发事件，所以没有录像。下一期我们会用蹩脚的演技给大家演一下当时的情况啊。这个院子呢有2部分组成，它分为前院和后院啊。刚才那个是前院，这个是后院。这个房子呢是一个标准的正3间，旁边的瓦房是厕所，这是东边的3个小侧房，而且爬满了绿色植物。侧房的旁边还有3个小房间。现在我们去看一下房屋内部的结构啊。中间的大房间呢是客厅，然后2边的小房间是以前的客房。整个房子呢是一个结实的木质结构，所有的隔墙呢是用小红砖来砌的。一个客房的窗户看得到前院，另一个客房的窗户在后院。这个院子的植被覆盖可以虽然没有身在农村，但是常识还是有的啊。像这样的老房子一般都有个2楼，基本的用于储物。像保存这么好的老房子，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这个就是农村里面的正3间的2楼。对于正3间的解说让我刮目相看。但不得不说，房子的风景真的很美。在这样的一个好地方待久了以后，人的心情都会。上一次呢，我们约这个房子的主人，但是因为有事他没有在家，所以今天我们来呢，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想和他聊一下，是不是能把这个院子租给本地人的加持下呢，谈租房的这个事情。后院倒下的土墙后面是什么呢？各位梦想家早上好，今天是小院改造的第2天。今天工作的主要内容呢和昨天一样，继续拆家。首先呢，我们确定了以后这间房子开门的位置还是昨天那一位非常专业的拆墙师傅。房子的墙体呢是以前那种小红砖，再配合上非常稳定的木结构，所以在原有的墙体上开一些新的门还有新的窗都是没有问题的。但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还是会对它进行一个后期的加固哦。门一打通，感觉这个视线豁然开朗。带你们到前院去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啊？从前院一看啊，这个门确实挺大的，但感觉这个门和窗中间呢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所以是不是需要再来加一个窗子呢？开工的时候呢，其实有朋友建议过我们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好好的对这个房子进行一个规划，但是我们几个一致认为我们自己的欣赏水平和设计能力是非常强的。设计嘛，走一步看一步呗。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小房子啊，它是集养殖、储物和方便为一体的综合小房间，里面的味道呢非常的带劲，不知道你有没有使用下去。这个接瓦看似简单，但是确实特别牢的，一丝寒意。瓦接了一半，下面那个味道一直往上面冒，再加上这个特别补钙的紫外线，我不单只特别心疼我的鼻子，还特别心疼我的皮子。但是想到又为这个慢慢改造路上节约了一笔开支，还学会了一个新技能，不错不错，干饭人。预算100个 W 改造小院的第3天，各位老铁早上好。今天要完成的工作呢是砍砖，还有清扫垃圾。像这样保存完好的砖块啊，是完全可以2次使用的。它不单只可以节约成本，而且以前这个小红砖的质量比现在很多地方的都要好哦。操作呢是十分简单的，只需要把砖周围的水泥块敲掉，整齐摆放，方便之后使用。这个新技能呢是昨天的那位拆墙师傅告诉我的，确实看他演示了一遍呢，我一上手就会了。就这样边砍砖边清理垃圾，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中午。午饭以后来了几个小伙伴帮助我完成下午的工作。这个砍砖呢不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它非常容易砍到自己的手指，所以佩戴手套和正确的角度去砍砖是非常重要的。其余的建渣呢就全部丢到前院，为之后打水泥地坪做一个初步的硬化工作。今天的主力军呢是我和阿拉海，还记得上一次这样劳动的时候呢是在去年火锅店装修的时候，如果那时候会这个技能的话，估计在小红砖这一块可以节约
别不少钱。青到目前为止，小红砖的数量可能在400块左右，看起来也就很小的2堆，价值200元左右。扩大了门和窗户以后，整个房间的视野和通透性更好了。以后再装上自己喜欢的窗户，院中有房，房外有院，这感觉超。预算100个 W 改造农村小院的第4天，经过前2天的重体力活呢，来了一台挖掘机，让我们大家一起见证一下，特别的灵活，把之前的2个老门墩很快的就已经解决了。紧接着呢，就是清理院子里面的一些树还有杂草，再把已经堵塞多年的水沟清理一下，为明年的雨季做一个充分的准备。不得不说啊，有机器真是很幸福，我们只需要在旁边看着就行了。清理的速度呢也是特别的快，还不到1个小时，什么垃圾呀多了。接下来就是拆除这个年久失修的土墙，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这种感觉的土墙，要不是因为不能使用了，我真的会把它留下。看到前院被整理出来，感觉特别治愈。你看这个视野也开阔了不少。紧接着呢，我们开始铺设，在铺设管道的同时，我又开始了拆家模式。看见房顶上那个小人了吗？他就是我。这个房顶的拆除比我想象中要容易得多。那个瓦的学名呢叫玻纤瓦，一拆就是一大块，相当轻松。下水管的铺设其实还有一个暖心的考虑，第一是为了给自己和村子进行很好的排水，第二是为了方便其他村民能够从小河一面挡水来灌溉自己家的农田。来看一下蓝天啊！拆除吊顶的主要考虑呢，是因为房间的空间本身不大，而且高度也很低，没有吊顶，我个人认为这样会更好看一些。你看，阳光透过木板照射进来的纹路，特注意一下左边的那个小窟窿啊！猜一猜我们要干什么？房顶上面这些木头全部拆除呢，是一个临时的决定。把老屋的2楼打那么大一个窟窿，也是临时的决定。因为我们又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而且这个疯狂的想法成本低，真的很不容易啊！加油！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这些木结构呢也拆除的差不多，带大家看一下新打出来的一个窟窿啊。你看被拆除的部分真的很丑，但是新打出来的这个风景真的很不错哦。前面的挖掘机呢也已经完成了今天的工作，不得不说有设备真好。整理呢，大厅也处理的差不多了。紧接着记忆里面提到的那个垮掉的，现在师傅呢正在把这个危墙全部拆除，双院合并又大了不少哦。目测了一下，估计这个院子应该是能够大到1/3的样子。功能的区域拆下来这么多土啊，我觉得也不能浪费了。我们设想过做很多的花台，到时候这些土可以全部派上用场。从这个事情上来看呢，农村小院改造真的有优势。我们有很多优质土壤，黄线的位置是2家的分界线，之后会想办法做一个明显的标记。大家还记得我们昨天提到过那个疯狂的想法吗？我们决定建造一个露天平台，而且也镀锌管，我们就是准备用它来为大家搭建一个非常漂亮的露天平台。这个成本可谓是非常的高。近期有装修的小伙伴应该知道，同比去年不管是工价还是物价都是翻番的价格，但是开工没有回头箭。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坚持的改造下去。在这里特别感谢各位老铁的支持啊！现在呢，师傅正在为明天早上的焊接工作做进一步的准备，前面的土地硬化工程也会在近期开展。这2件事那都风和日丽的一天哦。铺设美丽露天平台的材料昨天已经到了，今天呢3位焊工师傅已经如期到场。布置房梁我们清理了一下，师傅已经开始切割平台立柱的工作啊。平台立柱呢，我们选用的是10×10的镀锌管，据师傅说它会非常的。紧接着就是确定立柱的位置，固定好立柱也可以开始焊接横梁了。其实之前呢，我们只是老房子的侧面砸一个比较好看的风景窗，但是打开窗户以后发现，如果在这个高度上面有一个平台，那是非常 nice 的一件事情，所以就不计成本，毅然决然的决定必须要这个平台。而且这里的晚上呢，没有光源的影响，看星星、看月亮，还有火车，非常的浪漫。明天呢，还有一个大工程，就是开始打造水泥地坪。水泥地坪呢，就是把下面的这些土地全部做一个水泥的硬化，方便以后整个小园的灵活使用。所以今天我还有最后一项减制一点，用水浇灌的目的呢，是为了明天打水泥地坪的时候，水泥和泥土能够非常好的融合，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水泥地坪呢，我们估计会打到15公分左右，所以非常的经久耐用哦。现在是他比较认可这个新主人吧，一直在不远的旁边陪着我。今天我觉得是改造以来最累的一天，因为其他几个小伙伴有一些事情，所以没有能来到工地。我现在只想说，有一个500平方的院子，
那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甚至已经在开始幻想以后打扫院子的情景了。所以啊，想做一个梦想家，那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啊。说是说，快是快，天马上就要黑了。工作呢，帮助3位师傅切割钢管。平台的焊接工作预计在今天中午以后就能结束。为了平台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平台的支架呢做得相当的密和相当的牢固。接下来把镜头带正在制作的是混凝土的材料，制作过程我看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把沙、水泥还有碎石加上一定比例的水充分搅拌，再运到小院，就可以开始制作混凝土地面了。这一块做料的场地呢，是昨天我和阿拉俊临时找的，离我们的小院呢只有50米的距离，所以在农村做小院的改造真的有首先是水电还有场地都非常的方便，其次呢，你还会遇到很多有经验的朋友，可以为你指点迷津。你们的工作呢已经如火如荼的开始了。你看这些运送混凝土的3轮车，像不像红警那个游戏里面的小黄车？应该70后、80后、90后都会有同感吧？今天参与到土地硬化工作的师傅呢有12个人，据他们推算，他们认为在5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全部打满500个平方的混凝土锅，这个效率听起来还是挺高的。然后师傅们也在和我们分享，如果这个工程可以提前2个月开始的话，至少可以节约1半的花销。我们也只能尴尬一笑，毕竟这个建筑材料涨价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哦。只能说非常遗憾，没有在价格非常合适土豪，花费这么多来改造这样的院子，真的是疯了。在这儿呢，欢迎大家来实地考察，我们真不是什么土豪，我们只是几个有着相同爱好和同样梦想的新过中午。2楼平台的钢结构已经焊好了，木质底板也全部铺设完成，平台的混凝土浇灌工作也开始了。所以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这是绝对没有错的。平台的基础工作就要完成了，但是师傅说有可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以后会有漏水的风险。所以各位老铁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如果有的话，请留言告诉我哦。现在已经是下午的6点多了，地面的硬化工程呢还剩下一个找平还有磨光的工作，然后就是等着它慢慢的干燥，还要在近期不断的给它做水保养。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小园是不是已经大变样了？近期呢，因为工作比较繁忙，拍摄和剪辑都只有我一个人，所以视频更新的比较慢，还请各位看官多多理解。也希望通过抖音结识到也喜欢
拜。